如果那个叫做别人把话说完了，他怎么能还能说那么多啊？我认为，我们今天面对这个题目是一个晚年离婚的题目，就是我们认得好多老太太，到了60几岁的时候，忽然说：“我受够了，我想离婚。”你怎么了？她终于挨过了把家庭照顾好，把孩子拉拔大，她忍这个错的先生。忍了几十年，当时的社会风气也不允许老太太毅然决然的就说离婚，她有社会的压力，所以她忍到60、70岁，终于没有家庭责任在身上了。她说我要离婚，她的老伴一头雾水，就是你怎么不早离呢？你怎么拖到60几岁才要说要离婚？她说我结婚3年就发现错了，可是。我已经结了，我就挨下来，然后我现在可以不要再忍了，我就离。你要是问我，我可不可以早一点离？我如果可以的话，我能够多早离，我就多早离。这是这个老太太的心声。为什么提到老太太离婚？就是因为《奇葩说》是一个年轻人看的节目，所以我们很容易忽略，我们老以为恋爱这件事情是全世界只有年轻人在做的事情。我们老是忘记了，任何年龄的人，他们都感觉寂寞，都需要感情来肯定自己存在的意义。所以，如果你把它落实到不是科幻小说，而是一个老太太在回顾自己的人生的过程的处境的话，我觉得你比较能够认同这个题目在讲什么。就是我们的题目说的是，我很喜欢他。而他似乎也有那么点意思，这事情没有到铁达尼号，就是没有到海誓山盟、生离死别，这事情远不到所谓的悬崖勒马，没到悬崖，这事情刚萌芽而已。所以刚萌芽，你们就造这个孽，就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你们抱的是什么心，就要死命站着这个茅坑，然后不拉屎，一站就站10年。我在想，对方辩友所说的立场让我听起来很困惑，就是你们对于恋爱抱持的是能够谈多短就谈多短的恋爱吗？有人这么追别人说，我好想跟你在一起哦，然后我们下个月就别在一起了。没有，就是我好希望跟你在一起嘛。所以这是前提，就是我们要在一起，然后如果不能在一起，我们就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因为如今宝贝所说的很重要，就是人生最后无非一死而已。在面对这个死亡的大空虚之下，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做的每件事，都求它有个结果，这是我们为什么活的原因。我们做的每件事情，什么稳定交往、结婚生子、白头偕老，就是为了对抗这个大空虚而来的人性本能，就是我们要事情有结果。所以你不可以再拿这个人生的大空虚来跟我们讲说，所以一切都算了吧，反正吃完就拉了，何必吃呢？就不是这件事情啊。我的态度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有个结果，你要稳定交往，你要把时间投资在一个值得的人身上。人的心力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够任性的说，我就把这10年花在你身上，然后就过去了。你知道10年有多吓人吗？尤其是谈恋爱的10年，可不是你从0岁长到10岁那10年，也不是你从70岁变成80岁那10年。谈恋爱那10年，往往就是你人生最棒的10年。25岁到35岁，对于在座的每个女生来讲，你能够接受有人跟你说，你25岁跟35岁跟我在一起，我们燃烧吧。然后呢，你最精彩的10年会化为什么？灰烬。就是你还不给他一耳光，说你去死吧。就是我燃烧我最棒的10年，然后你赏我一堆灰烬啊。就这是什么意思？就我又不是浴火凤凰能够重生。所以这10年不是开玩笑的10年。
这10年是几乎我们最后到了老年，已经无法再拥有力量的人生的时候，我们赖以为生的那回忆的来源。王尔德说，回忆很可怕，快乐的回忆使人痛苦，不快乐的回忆使人更痛苦。我有的朋友是在台北市到一个景点哭一次的，他的回忆太美好了，每个景点他们都去过，最后去每个景点他都想到那个痛苦的没谈成的恋爱。我约朋友吃饭常常很为难，因为每个餐厅他们都去过，最后简直没有餐厅可以去，就我不想要跟你吃顿便饭，然后你就哭了，就是这很可怕。可是回忆就是这么恐怖，所以你希望你后来去的那个人是你们进一家餐厅，你们会回想说，哎，20岁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好笨哦，我们点了2个德国猪脚，结果因为我们看不懂德文，你们会有这些回忆，而不是你一进去就想到说，天哪，曾经跟我一起吃德国猪脚的那个人后来怎么伤害了我。所以我觉得10年很珍贵。如果今天不是讲10年，我们讲的是1个月，我觉得也就算了，没有关系。可是10年很珍贵，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在乎这10年。然后我刚刚讲的老年离婚的意思就是，你要想到他回想起他的人生，跟一个错的人度过有多痛，他追不回来了。而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辩题讲的就是，你喜欢他，他也对你似乎有点意思，后来却没有在一起。我的答案是什么？我的答案是，这是一个错的人。就相爱容易相处难嘛，相爱何等容易啊！就是你喜欢我，我喜欢你。马东刚刚讲的，你喜欢我，我喜欢你，这就叫做爱情？个屁！就是你喜欢我，我喜欢你，然后我们得相处得下去，这才叫爱情。所以，你喜欢我，我喜欢你，这还不容易吗？我上街喜欢的人可多了，喜欢我的人也多了，我整天谈恋爱啊，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么认真的在考虑相处的冷酷、考验？因为它好困难嘛。能够相爱很容易，可是无法相处，就叫做错的人。错的是人，错的是时间，错的是地点，都会错。所以这个时光机告诉我们，就是这是一段错的姻缘，而你们硬要把它抹白，成为一个浪漫的爱情，然后浪费了我的精华的10年，害我最后回忆起来处处都是泪，这我觉得很残忍。所以我的立场，我觉得时光机提醒了我们珍惜人生，因为有限，所以要珍惜有限的岁月。10年，这10年是累积我们人生最棒的回忆，是我们老年的时候要靠着它度过人生最后阶段的回忆的来源。所以，请不要浪费时光机的善意，而任性的把这10年燃烧为灰烬。真的。请问你现实生活当中会爱上像张志明这样的男人吗？我跟你说，我觉得每个男人曾经都是张志明，他都会有他的那种性格在里面，所以肯定我爱的人都有张志明的血在里面。比方说哪些人呢？我老公。为什么女生结婚后叫他们聊男人就聊老公呢？这样子就不会那么多麻烦吗？不过说这个志明呢，有人说是个麻烦的男人，有人说他孩子气不负责任，所以有人说他是渣男。渣男哦。所以你刚刚说你老公也算是有张志明的一个阶段，所以他也算是曾经有过吧。曾经有过。我觉得每一个男生肯定要尝试过什么是渣男，才可以变成男人吧。他有，我觉得点点吧，是不是？要不然你不知道怎么去爱一个人。对，如果是这样一个场景，千花你会怎么处理？就是因为我听说杨千嬅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给别人惊喜的人。比如说出现这么一个情况，你在家呢，穿成了性感猫咪的打扮，肯定是鬼片来的。假如，然后想要给你老公一个惊喜，
结果呢，房门一开的时候，发现你老公和他所有的朋友一起出现在门口，他们准备到家里来小小的聚会一下。因为你要惊喜，就不可能跟你老公说嘛，所以也怪不得他。此刻你在客厅里面穿得非常的清凉性感。有穿的，是有衣服的，是不是？何老师，我打断一下，我是没有办法建立性感猫咪是什么样子，尤其是就摆什么样的姿势清楚。也许我丰富一下自己哈，来那个姜思达，性感猫咪是什么样的？颜如晶呢？我第一次知道招财猫也可以很性感。我想看个重口味的啊，罗振宇老师。我给你，罗老师特别实在，不是这样比一下就可以，他是真的从这儿久久挥之不去。对，你要不喊停的话，我会舔左手。咸不咸？以后收到罗振宇寄来的卡片啊，每一封信他的邮票都是。反正就是这样一些性感猫咪的样子，可能比如说头上戴了一个毛茸茸的尾巴，然后呢，耳朵真的是被这个完全摧毁了。头上戴个毛茸茸的耳朵，然后呢，可能穿的稍微清凉一点，后面有个尾巴，就是非常可爱的样子。这时候打开门，你老公和他的一票朋友在门口，杨小姐，你要怎么办？我觉得是应该将他们所有东西连在一起做一个。那很忙哎，那很忙哎，我懂你的意思了，我懂你的意思。既然已经被撞见了，就不要尴尬，就干脆把它豁出去。对，豁出去可能会好一点。他说：“哎，不好意思，因为我接了一个角色，在家练习，在家练习。我要先彩排一下。人家开过万人演唱会的，哪把这个小场面也是放在眼里？也是。康永哥，要是你呢？我什么？那你扮装成性感猫咪啊，然后打开门的时候，一票朋友在外面。我立刻去吃猫罐头。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打开门的那一瞬间，目睹了这一切的吃瓜群众也是很惊讶的。就是如果看到，对，比如说女主人在里面做这种，对，那马老师如果换个角色，你是看到女主人在里面做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办？你是谁？我假装不认识。这个时候不是应该掏出来搞事情吗？赶快掏出小米6手机，拍下来。哎，马老师，哎，出这新的小米6，小米6，你桌上还是那个大的那个吧？对。哎，给你摸一下我这手感。哎，这话摸谁的手感？摸谁的？小米6的手感。你的手机的手感。你们两个不要在我面前。我还活着呢。对不起啊，我不好意思，我让马老师摸之前，应该先让你摸的。不是这个意思。真的手感非常好，真的啊！罗老师，你要不要舔一下？舔吗？好的，我们再一次感谢掏出来搞事情的拍照黑科技小米手机独家冠名我们的奇葩说。同时要谢谢我们奶后吐真言，我们不添加的纯真酸牛奶来联合赞助播出，谢谢。好了，依然是我们的星星争夺战，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辩题是什么，来，请看。
我是白森。今天我像往常一样无聊的在家玩手机，忽然看到了燕公子发的一条微博。What？ 这不就是我现在真实的困扰吗？刚刚喜欢上一个我心中美若天仙的满分女孩，她好像对我也经常明送秋波呢。可是我通过我们星球的最新科技看到了10年后在我身边的今生挚爱居然不是她。什么？这怎么可能？究竟发生了什么？既然不是她，那我现在还要不要和她继续走下去呢？当然要啊，真爱至上啊！明明互相喜欢，为什么还要用分开来互相折磨？也许残酷的命运在未来拆散了你们，但一段感情重要的不就是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吗？错，一路走来都是错，赶快给我收手！既然已经知道命运的走向，干嘛还要做这种无谓的抗争？都老大不小的人了，一辈子有几个10年能给你糟践？你是打算替别人养对象吗？多可笑啊！真是可笑的人类，赶快放弃吧！所以正在追一个很喜欢的人，他似乎对我也有意思，但通过时间机器发现10年后跟我在一起的不是他，我是该追还是放弃呢？大家第一个想法都是追，但仔细一想，觉得自己很不是人。你看他们仔细一想，决定不做人了。他们如果现在是14季了，我们看10年前，大家都会有什么感想？第14季，我的妈！对，我觉得艾丽可以坚持一下，等大家都走了，她成为最老的奇葩的时候，可能就会拿之王。对，有办法圆她的梦。第14季的时候，我一回想，我就想啊，当年第4季我拿奇葩之王的时候，对面2个直男，还有一个没谈过恋爱的颜如姬，我们3个怎么都把他们拿下，好不好？好。如果要输的话，真的就是观众的问题。好，正在追的一个很喜欢的人，他似乎对我也很有意思，但是通过时光机器呢，我们发现10年之后跟我在一起的并不是他，到底是追还是放弃？正方是追，反方是放弃。我们先来请现场的我们的100位观众来说出你们此刻的意见。如果觉得要追的话，按红色的按键，那是正方的意思；如果觉得要放弃的话，按蓝色的按键，这样清楚哈。来，各位请选择。星星争夺战。本赛段每场比赛结束后，获胜队得奖金。导师和嘉宾从获胜队选出一位表现更可爱的奇葩，送上加1分的荣耀黄星星；从落败队选出一位表现不够可爱的奇葩，送上减1分的羞羞黑猩猩。赛段结束后，星星积分榜排名前4位的奇葩和导师商议选出的另外4位奇葩进入决赛赛段。我靠，这也能卖出去的咸鱼 APP， 以及玩的不够大，别喝美年达的美年达果味汽水的大力支持。3、2、1。好，今天有2位老师要参与辩论，最后结辩。那首先我们看看2位导师，分别是张泉灵老师和康永老师，2位请亮出你们的直方。罗老师跟马老师，你们自己本身是想做到哪方去呢？我反正这辈子谁也没追上过，所以我无所谓。你可以先定。我这一辈子一直被人追，我也没。那你就把钱还给人家。追债呀！他们要利息。利索一点，2位。啊，对，好，那个追。好，那我不追。好。千桦，你相信时间机器这种事情吗？如果换做你的话，你是追还是放弃？一定追，对，一定追。这么确定？对，我觉得不要浪费嘛，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对，那你10年以后你才遇到那个人，你说不定你跟你说是将来最后一个，不是那个现在你喜欢的，是，但不代表你知道什么时候才遇到。那你需要去彩排，你需要去经历，你需要去感受。那最后遇到那个真的是真正的那个人，你才会好好去过日子啦。所以那个前半段的时间就是要我们去学习。所以你是个邦邦硬的正方，绝对追，对不对？对，绝对追。好，叫邦邦硬的。让软绵绵的反方说一下。我觉得康永哥今天就是软绵绵的反方。我觉得你其实以我对你的了解，我今天是邦邦硬的反方。我觉得以我对你的了解，你是那种会去追的人呢。我跟你讲，我邦邦硬的不追，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呢？我不管1年、10年，将来到底是谁，老子就是不追人。邦邦硬。
你就是得把这个迷魂阵啊，布到他来追你，这样就行。哦，那具体怎么做呢？那就是另外一题了。我们从反方先开始，因为少数先发言啊。来，反方第一遍是来董静，加油加油！第一个发言有点紧张。我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调解记者。知道啊。好，谢谢。难免会有新的观众。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工作的重心就是劝说别人。今天其实也是第4季《奇葩说》的最后几场了，所以我也想要尝试一下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我把自己放进了一个虚拟的场景里，在这个场景里，遇到辩题这个纠结的人是我的朋友，他现在决定追，我要劝他别追，放弃，对。所以现在场上还选择追的这69个人和对面这些人，你们就是我的朋友了。接下来，我和我的朋友要聊几件事情。第一件事儿是恋爱。你跟我说恋爱很美好，享受这个过程就可以了，是吗？可是你知道吗？恋爱越美好，分手的时候就越痛。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这句话反过来也成立，因为我们知道一定会分开，所以由于害怕分手时的痛，我不敢去碰触恋爱时的美好。我自己，你忘了吗？就是那个惨痛的教训。在快要离开我工作的城市的那段日子里，我也碰到了我喜欢的那个男孩。我当时和你一样，我觉得年轻人要勇敢，我觉得感情重过程不重结果，我觉得我要拥抱这一份美好的经历，所以我义无反顾地和他在一起了。可是恋爱之后，我的头上永远都悬挂着一个古老的钟，它每天滴答滴答滴答地提醒我，离分手越来越近喽，马上就要走喽。恋爱期间，有一次他跟我借钱，我毫不犹豫的就借给了他，但我心里其实早就偷偷的做过权衡了。如果我们分开了，这钱他没还我，这是我愿意支付的分手成本。可是后来，他要带我回老家去见他奶奶，我就死活都不愿意去。当然了，也不是怕奶奶也跟我借钱，主要是因为我怕他奶奶是一个慈祥可爱的老人，我怕我喜欢他，我怕我很开心和他相处。到那个时候，这份回忆就会加剧我分手的痛苦。我以为我会拥抱这段经历，拥抱这份美好，后来我发现我根本就不敢，我拥抱不了。一段知道一定会分开的恋情里，充满了这样怯懦和懦弱的瞬间。你知道你们一定会分开，你怎么享受这个恋爱的过程啊？你很勇敢，你不怕痛，你觉得人生贵在尝试。这事儿也怪我，以前吧，我也是这么鼓励你的。我经常跟你说，别因为人家跟你说你不行，你就不去做，万一你行呢？别因为人家说这事儿很难成，你就不去尝试，万一成功了呢？喜欢上一个人就去追，万一他也喜欢你呢？我鼓励你去做一个勇敢和愿意尝试的人。可是，我的朋友，你听见了吗？我的每一份鼓励背后都有一个万一，这个万一是什么？就是可能性。我鼓励你的从来不是去面对那100%的失败，我鼓励你的是不要惧怕那99%的失败，而去追求那1%的可能。为了这1%的可能性，任何努力的尝试和勇敢，我都愿意支持你，全力的去做。可是今天，时间机器告诉你的，就是100%的失败。这不是异地恋会分开，毕业之后会分手，我们要不要谈个恋爱的问题。因为异地恋和毕业会分手的大学生爱情，它的结果是未知的，它仍然有可能性。这是你走在大山上，前面突然出现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前有断崖。这是你走到一个厂区门口，大门上挂着一个牌子，写着内有恶犬。糟糕的结果是确定以及肯定的，
你别跟我扯什么过程比结果重要。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纵然觉得结果不重要，但是不是那个结果支撑着我们克服了困难，收获了整个过程？最后，咱们来谈一谈我提供给你的这个选项：放弃。其实呢，大家都是被虚荣心裹挟的人。放弃，说出来就不好听，显得我特怂。我也这么觉得。可是我们要不要被这种所谓的坚持的美好裹挟，而为了坚持去坚持呢？你有没有想过，时间机器给你的可能不是一个残酷的预告，它可能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呢？你和那个人，你们不用走到彼此折磨到伤痕累累，意识到无法坚持的那一天再放弃。你提前预知了结果，可以绕开这段弯路，换一条路去走。我的朋友，你知道吗？在错误的道路上，放弃才是前进。放弃比坚持更需要勇气，也更酷。我知道，面对这个选择，我和你一样，第一反应都是追。为什么？因为求之而不得太苦了。可是，眼睁睁看着你和他携手一步一步走进悲剧的结果，更苦。我的朋友，我置身事外，尚存一丝理智，所以我必须劝你，在你的第一反应之后，冷静下来，想一想，放弃它吧。谢谢大家。棒棒棒棒，厉害！好佩服我们的观众，在鼓掌同时还有空去。好，现在拉回来一些，我们来飞飞大王来。目前还都在我的射程之内啊。哎呦！众所周知，我是一个生活作风很检点的人。我平均每一段恋爱大概是3到4年。如果我知道同时吗？如果我知道10年后有一个人我能跟他在一起，那我这10年怎么办？我就搁家干等。我什么都我就搁家干等10年，做万年单身狗有多难受？你是不是建彪老师？就这么能扫到我来干嘛？射程啊！咱们看看啊，就是在21世纪了，我们难道把白头偕老作为一个婚姻，作为一段感情，是不是好的唯一标准吗？白头偕老就是好，其他都不好吗？这历史上那些好的、感动人的爱情，有天长地久的吗？有的短暂，有的相忘于江湖。但是每一段爱情，它完整了你，它成就了你，它让你变成了现在这个你。在奇葩大会的时候，我最激动的是看到李银河老师，并不是因为他是我对那个两性研究有多少那个兴趣啊，当然我也有点兴趣，主要是因为我看过一本书，叫做《爱你就像爱生命》，是他跟王小波的情书。对，我当时看到他特别激动，是我看到了一个我知道活的人，他曾经活得那么浓烈，他俩分开了，是吧？但是他因为爱他更完整了，他活得更像他那个爱的人了，他成为了一个两性学者。难道这些都不值得感谢？这些都一文不值吗？难道这些在你们心里都不如白头偕老吗？我觉得不对吧？我不相信。第二就是我想时光机这题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如果坐时光机去了10年后，发现我没玩音乐，我像一个平常人一样也过得还行，然后打扮也一般，我就做生意。然后我回来我会怎么办？我就马上去找个发廊把头剃了吗？买一手包，我就不干了吗？我就夹着包去做生意，还是我就不认？因为我爱摇滚乐，我要干到我实在干不下去的那一刻，我要干到我实在不得不放手的时候。难道你们不想知道为什么吗？
我为什么就不搞音乐队？我要坚持到那一刻，是因为我想知道为什么。是我跟我这个几个队友，我们就撕了吗？还是我对摇滚乐丧失信心了？我颓了，我服了，我干不下去了？还是有一天我开脱了，我做音乐做得很好，然后我觉得这一切不过如此，我不干了。到底是为什么呢？女孩也一样，你就不想你这么喜欢他，后来你们怎么了吗？你就都不想知道吗？是他离开了你，还是你离开他，还是你们中间有什么故事让你不得不分开？我们难道这些东西不值得我们去追寻吗？而只是时光机告诉你说以后未来你们不在一起了，你就放弃了吗？我觉得不对，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每次都第一个发言啊，然后他们老在我后面上价值。我这次趁他们不备，我在前面先上一点。真队友，趁他们不备。就是所有的脑洞题，它不还是回到现实生活中吗？是吗？这道题它在说什么呢？我觉得它是在说，你爱一个人，你对他说我爱你的时候，其实在你心里，你觉得我字更重要，还是爱字更重要？如果你觉得我更重要，你会计较一切，你会计较婚礼，你会计较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如果爱字更重要，就是不顾一切。所以我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嘛，就是10年对于我们很长，你就追他吧，你追他，你跟他在一起好，你们手拉着手去世界各地，你们走了很多地方，你们一起养了一条狗，养了几年狗死了，你俩很难过，就像自己的孩子没了一样。你俩一起看日出看日落，你抱着他，你那么爱他，你看着他，你心想，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不怕死，我也不怕活着。可是命运不会这么饶了你们，我们每个人就像树叶一样，命运像河流，它就把你们分开了。过了几年，你碰到了这个大家都觉得对的10年后的这个人，他也还行，他没有那么有冒险精神，但是他很爱你。过了20年，你们都老了，你也胖了，没有那么漂亮，他头也秃了，你们经常吵架，你想看电视购物，他想看百家讲坛，晚上他喝着啤酒坐在沙发前就睡了，你有一点颓，但是你会回忆起以前，你觉得你不至于那么颓，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你心里还有那个回忆还在，你心里还有一丝火焰，你想着想着，有时候你就笑了，想着想着你会流眼泪，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会告诉你自己没关系，因为我努力了，我燃烧了，我爱过，我活过，我不后悔，我值了。谢谢。价值都拔那么高了，后面的人怎么办呢？都在射程之内，没关系。好，现在我们继续来到反方，现在目前双方又拉成了71比29，我们反方第2辩是周晨，来，狗仔加油！哎呀，如果大家觉得这道题目只谈自己的想法，只谈自己的感受的话，你会非常容易的把它类比成爱情是更在乎天长地久还是曾经拥有，然后大家都会毫无疑问的选择曾经拥有，因为这个年代相信天长地久的人不多了，是这样，没错，我也承认。但是如果我们想想这道题目里的另外2个人，一个是你现在打算追的人，另外一个是10年后你会和他在一起的人，你就会发现这道题目远没有刚才所说的那么简单，你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去解决。我尝试举1、2个。第一，你现在追这个人的时候，你要不要告诉他，你知道10年之后你不会和他在一起，可是现在你却想和他在一起，他会怎么想？对不对？他会怎么想？没错，你会说，现在还有几个人是在乎天长地久的？他会原谅我的，没问题。是的，可是他主动选择放弃追求天长地久，和你被动的给他贴上一个保质期的标签是一回事吗？不是的。更何况有很多小年轻都知道，我们2个现在在一起，无论有多少的甜言蜜语，我们以后未必会在一起。可是谁会在这个过程中希望去听到对方说，我以后一定不会和你在一起？没有人愿意的。就好像在座各位，有的上学，有的工作，不会选择在一家公司里面做一辈子的工作，
大部分人都不会哈，至少。但是如果有一家公司来挖你的时候，他就直接跟你说，我需要你帮我搞一个过渡期，而且以后我一定不跟你续签。请问你会去这样的公司吗？就算你觉得我去管他的，你在那里你会过得开心吗？你不会的。所以这是第一，你要不要告诉他？好，你说太困难了，我选不了。那我就不告诉他好了，我就藏着这个秘密，悄悄地追他，然后跟他在一起。是的，你可以，但是你的良心不会痛吗？你的良心不会痛吗？是不是？你怀揣的秘密是什么？你这个秘密不是说我以后不跟你在一起这种大陆货的秘密。你看时间机器，你看到了以后，你会和另一个人在一起。而且同时，你没有看到他未来的样子，你不知道10年过去之后他在哪里，他过得好不好，他身边有没有人，还是孤孤单单的，就是他自己，你都不知道，你就怀揣着这样的秘密要去跟他拉起他的手，走上这条路吗？你的良心不会痛吗？又一遍。这10年里面，对，可以再说一遍，这10年里面。你肯定说我也曾经爱过你，可是如果你曾经爱过他，你难道不会为他担心吗？担心他10年后去哪里，对不对？如果你不担心，你就不是人。如果你担心，你过的就不是人过的日子。是。你想想。这10年里面，你怎么享受爱情的甜蜜？人在爱情里面都会说甜言蜜语、海誓山盟。是的，我们说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未必确信。可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它成为现实，对不对？可是你说的时候呢，你是100%确定的不会成为现实，所以你是在骗人，你知道吗？而且在这10年里面，万一你们两地分居呢？他要你去他所在的城市陪他，你愿意放下一切吗？他说他要放下这一切，去你所在的城市陪你，你有忍心让他来吗？更微妙的是，如果在这10年里面，你发现有一个比你更爱他的人，对他更好的人出现，你怎么办？你当时就撒手吗？还是像一般的情侣一样，说我吃醋，我吵架，我跟你重归于好？你吃醋的时候不会问自己，我有资格吃醋吗？你跟他重归于好的时候，你会不会问自己，我清楚我的命运，可是我会不会耽误你的幸福？更加难堪的是，在这10年的过程里，你要不要保持忠诚？你要不要关上你自己的那个雷达？如果你发现一个还不错的人出现在你的面前，你会不会忍不住去想，未来那个人是不是你？你要放肆吗？你还是要克制自己？如果你克制，你会不会错过真正的命中注定的那个人？而如果你放肆的话，你会不会担心，难道我就这样成了命运的奴隶？你一定会过得不像人过的日子啊，各位。当然，你也可以说，人贵在经历啊，这么痛苦的人生怎么样都是过，所以我还是选择我要去经历，没有问题。那你可以再问自己一个问题：10年之后，你跟下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要不要告诉他10年前就发生的这一切？你要不要告诉他，是的，我10年前就知道我会和你在一起，但是这10年我没有来找你，而且我还去追了别人。光听着就觉得很渣，对不对？听着就觉得很渣，对不对？当然你可能会说，没有啦，现在的伴侣啊，他不会介意你以前有几段情史的。是的，他不会介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们都不知道命运的安排，对不对？你们都不知道命运的安排，所以你才可以坦诚地跟你的现任去袒露你过去的一切，去畅想你们的未来，是因为你知道过去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而未来你们不能真正的预知，是因为你们都是在时间的洪流里面随波逐流的2个无辜又无知的人，你们被时间裹挟，你们被命运驱赶，然后你们在无知之幕之前相聚，拉起手去面对那个未知的未来。这是一般的人为什么会珍惜他们的相遇。可是你呢？你知道洪流会流向哪个方向？你知道下一个码头已经有人在等你。
这个时候，不论你身边是谁，你都不再是那个可以跟他共同抗击命运的旅伴，你都成了命运的帮凶而已。所以你知道你成了什么人吗？你抢走了上一个人的10年，因为你追了他，就排除了他被别人追到的可能性，而且你还贬低了你后来那一任的10年，因为他被蒙在鼓里，就过了这么10年，到最后等来了你这么个东西。所以不要再跟我说什么人生重在曾经拥有，你不能享受这个曾经拥有，你知道吗？因为你一旦知道了命运的答案，你就等于说是被诅咒了，因为你已经被命运剧透了1年，你再也无法享受哪怕1分1秒人生的剧情。谢谢各位。说得好好。我们的女神今天在刚才秋晨发言过程当中特别苦恼地看着我，我感觉到了你的动摇，你没有那么邦硬了。没有啊，因为我有一些不同意嘛。我同意他说，可能有些时候爱情是比较自私一点的，因为是感性出发，真正的爱情是没有理性的，所以我就觉得你即使喜欢他，他喜欢你，就是真正的爱情，所以我没有想太多。然后呢，我觉得呢 ，OK， 10年以后你真正的他出现了，那代表跟那个人可以永恒吗？他不会吵架吗？我跟他相处的时候，我遇到一些吵架的时候，难免会想起来就说，其实是不是应该10年前那个比较好一点的？你都会回想很多，因为根本我觉得爱情就是没有理性在里面的。因为我的自古代到现在，你说很多那些爱情故事很轰烈的，都是结果是一个悲剧。所以，但是悲剧怎么走过来，怎么可以了解爱情？我觉得都是一种没有遗憾的经历。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可以遇到一些遗憾，可能到最后我遇到那个对的人的时候，才可以真正幸福。所以我是这样子理解的。议长大人，这个女神给了我们这么多的线索，不聊一下，不会太失礼吗？我已经克制不住了，来吧，开始。刚才在过程当中讲到了那么多珍贵的记忆，对吧？他说，我应该没有听错吧？议长大人，他说，结婚之后难免也会想起10年前那个男人的好，对吧？这样，千华小姐，你听过《10年》那首歌吗？当然听过。你喜欢吗？那个喜欢，那首好听。唱歌的人呢？陈奕迅，我好朋友嘛，是不是？当然，就是我朋友，当然是支持他啦。是吧？为什么变成我孤军突进？我的侧翼哪儿去了？马东想聊马东想聊谁？我们要不要帮他一下？马东想聊陈奕迅啊。怎么样，侧翼硬不硬？硬邦邦的侧翼，一点技巧都没有。所以马老师，你是听说过有人说过那个千华和陈奕迅好过是吗？你是听说过这个说法吗？我没说过。你没说过。主力车老何老师，何老师，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我是听康永哥说的。我就没见过你们2个这么窝囊的。你们要问呢就问，不问呢就不问，2个人互相推卸责任是什么意思啊？我已经把那个人当事人的名字都喊出来，我觉得我很有种了。我替你们两个亮礼。千华小姐，那个是技术吗？现在没有技术，现在就直接来了。所以你跟陈奕迅在一起多久呢？作为朋友啊，到出道到现在了。作为情侣。没
有过，因为我就很麻烦，一回答就，这不如不回答比较安全一点。不回答难免引人想象。就是想象的空间就是多宝贵，你知道吗？一直。不要直接这样，你直接这样讲不好，这样就是搞事情。你不要直接，你直接问我有网友意淫说，你的背包那首歌是陈奕迅唱给杨千嬅，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康永跟你演的好好啊。你演的我都以为你第一次听说，你是第一次听说吗？真的没有，你也是第一次听没有听说吗？过啊，是真的吗？马东，你听谁说的？我第一次听你这么说哎，真的。你解释一下，真的，我要是杨小姐，你不解释我都不干，真的，解释一下。那你跟陈奕迅中间有发生过跟背包有关的故事吗？我没有送过他背包，手包有。手包。他应该很多 sponsor 了吧？不用买的，我觉得他。我觉得千嬅，你可以用刚才我教你的这个词来说，你们这样说这个。量身不会痛吗？刚刚秋晨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全场沉默，因为奇葩说不知道良心是什么。好，我们拉回辩论。我们刚才就是聊了一下背包的事，不是，聊了一些辩论的事情，好不好？那现在正方的二辩是我们艾丽，欢迎艾丽。说实话，我一开始看到这个题目啊，并不觉得它是一个特别感伤的爱情题。也就是虽然说你们俩彼此喜欢，10年以后你坐了时光机去看不在一起，那也不代表你们分手了，对吧？也可能是他死了，对不对？这有什么好乐观的地方吗？完全可以啊，完全也可能是我死了。哎，你这样说，你的良心不会痛吗？不痛，我们想到所有可能性嘛，对吧？所有可能都存在，有可能他真的是你人生最后一个伴侣，你难道还不追吗？当然了，假设啊，真的是你们在10年之内分手了，这一件事情难道不值得做吗？我自己觉得，任何有意义的事情，做过总比错过好。不管结局如何，做过总比错过好。曾经有人采访过一批70岁以上的老人，问他们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从哪儿批的？一群，那是一匹。好，一些老人问了他们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几乎没有一个人后悔这辈子曾经做了什么，但几乎所有人都会后悔这辈子有机会但是却没有尝试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做过的事情即使很傻很蠢，时间久了都会变为谈资，一笑而过。但错过的事情即使很小很轻，时间再久，你心里面都会有那个一片怨念执念。你想当时我怎么没试一下呢？那个机会我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万间所有事情都是这样。拿到这个辩题的时候，我也有一些纠结，因为我觉得这个辩题里面的主人公啊，他有点作，大家不觉得吗？哎，你好不容易喜欢上一个人，那个人也貌似喜欢你，那你就追呗，对吧？你还非要整个时光机去10年以后看一下。好，你们俩不在一起，那怎么办？那下次遇到一个有感觉的人，你又得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你拿那时光机办点正事儿行不行啊？你看一下房价呀，对吧？你看一下房价呀。所以我觉得反方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太过于在于算这个字儿。我认为世间所有事情都可以计算，唯独爱情不行。世间所有东西都可以衡量，唯独爱情不行。我是一个多么喜欢算的人呀！我连写书都跟数字相关啊！1年的8760小时，人生的84000种可能，全都是数字。但当别人问我爱情的建议的时候，我可不敢给他一个公式，
我们的导师那边罗振宇老师多喜欢算呀，一天到晚就是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啊。但一说到感情，他说他老婆捡来的。你老婆怎么是捡？你自己说的，你自己说的。就是，所以，我特别反感在爱情里面去算，我也特别讨厌有人在网上甚至给爱情设置什么MV 值、PU 值哈，我觉得这都是 SB 值哈，没有任何意义。但说实话，这道辩题让我最难受的一点啊，就是我觉得我们这方有点渣，王八蛋。原因很简单，刚才秋晨讲了，在这个爱情里面有一个信息不对称。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很简单。如果我是那个要追求他的人，我会对他说：“亲爱的陌生人，你好，现在有一份真挚的感情摆在我面前，我要珍惜，我不要等到错过以后才后悔莫及。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如今老天已经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站在你面前，我要对你说4个字：我喜欢你。如果非要给这份恋情一个期限，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10年。我不知道，10年又一天的那个早上，我为什么没有跟你在一起？可能是我傻了，可能是我疯了，也可能是我死了。但是今天，我谦卑地站在你面前，只恳求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牵着你的手，走过这10年。你可以现在就拒绝我，但我还是要主动追你。我希望你给我个机会。说不定，不经意间，我们就可以改变那个未来。谢谢。您哭了啊？没有。笑哭了，那也行。没有，艾丽啊，其实本来事情是往好的方面发展的。刚才千华小声的跟我说，哇，他真的很厉害，他这一招真的很厉害，他好会追女生哦，这招真的很棒。结果你说你哭了吗？真的有点累，我千华小。艾丽，我跟你讲啊，何炅刚刚哭了。你讲一批老人的时候。那个基本上现场何炅就是一个标准，如果他没有哭，别人不可能。我跟你讲，如果他哭了，别人也可能不哭。真的，马老师，我觉得现在我要投诉一下节目组，现在整我，你知道吗？现在我特别想让观众来看一下我脚底有多少纸，一包一包的，我是有多想哭。来，你要纸吗？你有被投诉？你要纸吗？我刚才想问你，为什么那么多纸巾？因为我泪点低啊。但是刚才说实话，刚才，我觉得其实艾丽很需要我们的支持。我本来应该给你的，没给到。笑点太诡异了。是，也许过了很多年之后，我对着你这批老人，可能可以给。好，到我们反方3辩来，我们笑笑。男人啊，男人。来，我们先看一下刚才臧鸿飞老师说了些什么。他说，这10年你知道了你10年后的伴侣长什么样子，那这10年你就在家里待着吗？你就当万年单身狗吗？你这不是浪费时间吗？臧老师，你浪费的是我的时间，你是拿我在打发时间。臧鸿飞说他听摇滚，我看你是听林宥嘉吧。让我爱你，然后把我抛弃。你只要出发，不要目的。你够牛。
呀你！然后臧鸿飞最后特别牛逼的上一个价值，我爱你，你选我还是爱？如果我真的对一个人说我爱你，我选你。哦，好 sweet。又到下一个男生，一张口就暴露了自己禽兽的本性，做过好过错过。然后你们听听艾丽说什么？爱情是不需要计算的。你像个霸道总裁一样的让我爱上你，结果你说走就走，你也是够霸道的。爱情为什么没有计算？是因为你一直都知道我不是陪你走下去的那个人，不然你应该会细心的算好我们在一起的每一步，不是吗？所以艾丽，你刚才灌那么多鸡汤，最后给我来一句我们一起努力，说不好我们可以改变未来。你没有看过《择天记》吗？没有。你不知道逆天改命，天打雷劈。你以为自己是鹿晗吗？来，好时髦哦！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观点。每一次我们辩论，我们都会在整个的辩题里面找一个关键词。今天我找的关键词是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代男女在一起之前，已经越来越少有人用追这个动作了。我们现在比较擅长的是暧昧。我不知道大家发生了什么问题，大家总是有勇气说分手，但是总是没有勇气说我们在一起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觉得先说分手那个人是赢家，先说在一起那个人我就输了。但是今天我们的辩题是追，追意味着什么？追意味着我义无反顾，我不给自己留一丝懦弱的空间，我就是要得到你。追是动作，而在一起才是目的。而对面刚才说了那么多的追，你知道让我想到什么吗？他们的追是我追你，如果我追到你，我就跟你嘿嘿嘿。整个在约炮。所以大家知道，当我做追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对这个人可不仅仅是一点点心动，我是真的喜欢他。那面对一个喜欢的人，你能对他做什么呢？你可以让他快乐，你可以让他幸福，但我怎么想我都想不到你会给他一段有期限的恋爱。我想这不是喜欢人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吧。刚才大家说了那么多，都是说我是要追还是放弃。那我试着扮演另外一个角色，我试着去想象一下我自己是那个被追的人，因为我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拿菲菲是大王举例，他非常认真地追求我，然后我俩在一起了，3、4年过后，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身边的朋友也在问我，说你跟菲菲什么时候结婚啊？我问菲菲，菲菲说：“亲爱的，我们是注定不会在一起的，因为我知道我命中注定有另外一个人。”这个时候，已经跟他在一起3、4年的我应该怎么处理？如果你一开始告诉我这个答案，我也许还有别的更多的可能。他们也许是我更好的选择，也许是没有你好选择，但我觉得不会再差了，因为你已经渣成这样了。他们有可能我会选择欧阳超。我会跟欧阳超在一起，虽然他没有你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但至少欧阳超知道为人民服务。但是，你强迫我，你追求我跟你在一起，你隔断了我所有的可能，你霸占了我的青春，打劫了我的人生。所以，我要怎么办？我到底在你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像一个小三。我跟你在一起，但我们俩从来没有真正在一起。我像一个备胎，
我跟你在一起所有的时光，仅仅是为了填补你等待他的这段空白。我还不如你的朋友，至少你的朋友知道天亮说分手，但你却永远不告诉我，什么时候才是梦该醒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听到时光机，我们觉得这是一道脑洞题，其实不是。这件事其实非常真实的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在恋爱关系当中，可能都扮演过那个对别人来说只是玩玩或者看不到未来的角色。在一起3、4年了，但他丝毫没有要跟你结婚的迹象。他朋友圈很少会发你的照片，就算有的话也是合照。你想去见他的朋友，他说不要，我怕你会无聊。你说带他见你的朋友，他说不要，我会无聊。你想去拜访他的爸妈，他说今天我要开会。你希望他来拜访你的爸妈，他说明天我要出差。所以当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一直会问自己，我们俩之间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到最后我们必须承认那个最残忍，我们也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就是他没有那么喜欢我。所以今天这个选择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曾经都是那个到头来被伤透心的笨蛋，但今天我们有一个选择，我们可以做一次赢家，就是我们如果要追，而且这个人看情况一定是追得到的，我们如果要追，我们是要做一个明明看得见未来却不跟他坦白的混蛋，而去制造更多像我们这样到头来只能伤心的笨蛋吗？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谢谢。好。好，来，如今宝贝。我刚才非常的用心在听潇潇说的话，但没听明白。我是真的没听明白他最后说了什么东西。他感觉就用了很多花花草草的语言堆砌了一下，然后跟我说，他为什么要放弃呢？这爱情题对我来说太难了。你看，听不明白。简单来讲，他感觉就是你在一起，以后会不在一起。你现在还去追人家，就是不好的意思。如果套用我一贯的那种，用爱情题遇到爱情题就说一点吃吃喝喝的时候，就是说，当你知道你会拉肚子，你就别吃饭。所以还会肚子饿也别吃饭。反正最后结果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都会放弃的，就不要了，算了，是这个意思吗，小乔？当然不是。那你就说错了。好，来看看吧。爱情这东西我是不懂的啦。他刚才说他的关键词是爱情，关键词是追。对我来说，这一套关键词是机，时光机。我尽量在时光机里面看看我们可以谈什么。当我深入了解这个时光机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东西是细思极恐的。我用了成语哦，细思极恐。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这东西这个点啊非常绕，你们跟我想一遍啊。为什么我到最后不跟他在一起？很简单，因为我看见绕的，我要自己看一遍。因为由于我做了时光机，看到不是我。所以我不去追他，结果那个时候就不是他。没有听明白是吗？我再来一遍。再来一遍。由于我做了时光机，到了那时候看身边不是他，因此我回来以后没有追他，所以那个时候身边不是他。这就是时光机给你下的陷阱。时光机在给你下陷阱的时候，它展现给你的是已经包括时光机本身已经出现过的，就是你做时光机的时候，你已经变成在你看时光机的时候看到自己做过时光机，绕不绕，晕不晕？这么绕这么晕的时光机，你还信他？你蠢不蠢？就这样子放弃了一个谈恋爱的机会，没有谈恋爱过的人哦，所以我说这个不靠谱。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我们在想，为什么会有时光机？
为什么会有人想要发明时光机？我们预知未来是为了什么的？对我来说，发明时光机，小叮当已经告诉我真理了。发明时光机就是为了改变未来的。大雄的子孙把时光机送给他，是为了让他避免这个悲惨的人生。但是对方呢，很听话，没有看过这么听话的人。时光机跟你说不要追他，他就不追；时光机说你喜欢的是张三，他就去喜欢张三。有这么听话的人吗？对方。这是时光机给你下的第二个陷阱。时光机教你的是要逃避现在吗？不对，你去算命算出，哎呀，你等下会这个命不好啊，你说是吗？好吧，我认命。有人这样子的吗？所有算命的人算出来都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这个时光机哪怕剧透了，告诉你你的结局是不好的，他要你做的是什么？是避免这个结局，而不是逃避现在的生活。再来，我们再看啊，时光机现在这个时光机不太对哦。要看就不看远一点，他给你看10年，他说10年不是这一个人在一起了。那我问你，万一我们发明了一个可以看到20年，你发现20年之后你是跟10年前那个在一起，你怎么办？你那时候就说完蛋了，晕不晕？看。我不知道那个时光机是不是真的是对的，我也不知道这个时光机有没有玩我，但我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知道我们人生的大结局了。我们不需要时光机，没有时光机出现过，这东西真是脑洞来的。但是你不知道你人生的大结局吗？建彪，你人生的大结局，我算一下，50年会死，他50年后一定会死。马老师。长生不老，30，加点，说一些这一批老人不能活得再长一点，说一点吗？30的时候都快100了，还不算老。一批老人，一批老人，这结局就是死呀，对吧？这结局是固定的，是确定的，100%， 180%的。没有任何可能是不死的。虫仔啊，你家养的猫，我上网查了，大概10年。啊，比我久了，太好了。你看，那你现在怎么样？撸不撸猫？玩不玩猫？你良心会痛吗？耽误了他投胎，下一只猫等着来呢。强的时光机告诉大家，50年后都有我们注定的那个结局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没有怎么样啊，没有像对方讲的这么悲惨，也没有像你们讲的那种会很痛。我们该吃饭吃饭，该干嘛干嘛，该看剧看剧，该上奇葩说上奇葩说，该说话说话。我们人本来就已经是知道大结局的人，但是我们一样走了过来，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我们有这个能力，忘记那些注定的大结局，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这个题目，它只是让我们把时间缩小了，看成了10年后的东西，让我们误以为我们没有能力去忘记那些可能会有的不好的结局，但实际上我们是有的。那这道题的意义在哪里呢？马老师。人生100年，哎，什么意思？这句话是？意义大概就是说，当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注定大结局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不是像对方一样去放弃我们的机会，而是珍惜每一个机会。当我们知道我们以后没有得吃饭了，我们不是现在不吃，是珍惜每一顿饭。当我知道以后可能没有这个人了，而不是放弃这个人，而是去珍惜每一个人。珍惜这个字啊，真的很珍惜这个字真的很普通，但是我们常常忘记。
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机会再告诉你一次，要珍惜每一次机会，珍惜每一个人，因为有一个人生注定的大结局告诉我们，我们会有一个完结的时候。谢谢。好，厉害厉害。好了，那现在轮到我们2排的朋友，来，罗老师，罗老师，你至少就老婆是捡来这件事儿解释一下吧。我说说，我曾经看过一个关于性欲的定义。你每天看的好像都是这个，就是追求，很严肃的，很严肃的。性欲的定义是这样，就追求双方皮肤表面积最大的接触。表面积，皮肤表面积最大的面积的接触。其实从性欲或者是爱情本质都一样，就是要深度结合。有人解释爱情是这样，就恨不得要死在对方身上。当然，你也可以解释得特别文艺，把你打碎，把我打碎，重新和在一起结合，这是爱情的最根本的定义。所以，从如今刚才讲的那个，真有那个时光机，我们人之所以知道要珍惜每一个眼前人，每一个时光，是我们知道有那个结局，一定会死，所以我们才会珍惜。所以我们不会浪费时间，我们一定要做有意义的事儿，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人生有所交代。所以这正是我们劝说他放弃的理由。我们这方3个人，我特别乐意给他们做个注脚。他们害怕的并不是结果本身，而是预知了那个结果，倒转回今天，在我们的心态上种下的这个因。此刻我已经不是那个纯然爱着对方的那个人，此刻我已经变成一个3心2意、心怀鬼胎，我已经无法纯然的投入这段感情，无法让我和对方纯然的结合。所以我就简短表达这个观点，我方畏惧的是这个起心动念，而不是那个结果。你们射偏了。好，来，微微射一发。那我就站起来。其实笑什么笑？那个，其实我个人觉得罗老师说那个，我们在爱情中啊，就是你这个起心动念会有2种不同的结果。第一种人是刚才秋晨说的，良心不会痛吗？那些人，他们就是什么呢？他们就是在每一段感情中都潇潇洒洒，他每一段都 enjoy 这个过程，不在乎这个结果。这种可能你们眼中的人渣，他们的良心真的不会痛，所以他们看了时光机之后，还是快快乐乐的想：天哪，我这辈子至少有2个女朋友了。所以这种人他是良心不会痛的。好，第2种是什么人？第2种是良心会痛的人，也就是罗老师说的沾染了因果的人。他们回到这里，他会不停地想：天哪，那对我现在爱的这个人好不好？对我未来要爱的这个人好不好？这种人是爱别人超过自己的。可是你知道这种人会怎么做吗？你就想想，如果我爱一个人超过了我自己，我怎么会舍得跟他分手啊？我怎么会舍得跟他分手啊？我就是一条赖皮狗，他踢也踢不走啊。可是我还是看到了10年后我们不在一起，我会想什么？我会想，第一，有可能是你不爱我了；第2，有可能是你死了。艾丽说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个玩笑，但是你想啊，你愿意发誓用一辈子去爱的人，你甚至考虑我要不要耽误他10年的人，我伤了他我良心会痛的人，你怎么忍心离开他？你不会离开他的，所以就是他离开你，而他离开你，要么就是不爱你了，要么然就是他死了嘛。那我们先说死了这种情况，如果是10年后因为他死了我才跟别人在一起，那就是我们在一起最后的10年了，这相当于你的爱人得了绝症，还有10年的时光，你愿意陪他走过最后的时光吗？你那么爱他，你会说不愿意吗？你会愿意的。第2种情况，他没有死，
他只是跟我相处着，他都不爱我了，那时候我当然会伤心欲绝，可是我快乐过，我这生快乐过。你给我多大的痛苦，那意味着当时你给我多大的欢乐呀。所以我爱上你这件事我一点都不后悔。你伤了我这件事，请你也不要内疚啊。你看我看到10年之后还会有人爱我的，所以你不要害怕伤害我，你给我一次你伤害我的机会，这才是爱情啊！爱情是什么？我觉得现在大家爱情都太随便了，缺乏那种古典主义的浪漫。爱情就是明明深潭里有鳄鱼，也有人警示过我了，但是我非要趟过去。明明院子里有恶犬，已经警示过我了，我偏要冲进去，因为我的公主在塔上，因为我的王子在水底。这有什么的？这个公主，这个王子被我救下来了，我们有过快乐的时光。然后你告诉我说，他继位的那一天，王妃不是我，那又怎么样？他属于过我。是一个海王子的故事，青蛙王子的故事。好，我们对今天思达妆面这么精致，不说点什么，我们不会放过他的。来，思达，简单说2句。刚才如今拉了那么多票，他的那个点很感染我，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大结局。然后我顺着他那点想，我有一点想不通。如新告诉我们的是，因为有一个大结局叫做我们都会狗带，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个人。我觉得不是，恰恰是因为我们最后都会狗带，所以我们真的没有时间珍惜每一个人，我们没有空珍惜每个人，我们只能找到珍惜的那个人。今天时光机特别好，你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因为别人都不知道自己该珍惜的那个人是谁，你知道。不是他，是另外一个。这个时候你要找他。如今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要珍惜每一个人。可是我觉得，如果我追下去的话，反而不珍惜，因为到最后，如果我们这个恋爱注定崩盘，一定会有人来扮演坏人的角色，不是他就是我。我今天珍惜每一个人的生命，恰恰是因为我不想让我的生命当中出现多一个坏人，哪怕我自己是。差不多这样。还有一点是，经历这个事儿，对我们来说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拿那句话蒙骗自己，叫做反正我经历过啊，那所有的快乐就是曾经回想曾经的快乐也都是很快乐的，真的是这样的吗？不是，其实曾经经历的那些快乐，当他分手的那一刻开始，全是负担，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快乐。你越想他快乐，你就越悲伤。为什么？因为快乐本身不是快乐，是快乐的持续才是快乐。快乐被拿走了，本来就只有悲伤。为什么老天会给我们这样一个结局，叫做我们分手之后，原来的快乐和悲伤全会变成悲伤？是因为他提醒我们，你的生命是有限的，你不能把这些悲伤寄托在一个注定会悲伤的人身上。以上。马老师吧，马老师。这道题是有一个人叫燕公子啊，他微博上发了一个，然后我们看到，然后我们就拿到题目组来讨论，然后大家就觉得好像有的可聊。结果刚才在后台的时候，康永哥和张老师就一直说这有什么可聊的啊，我们就备受打击。但是经过大家的交流之后，我觉得还是有的可聊。貌似我们集中在了一个点上，就是说有效率的人生，因为我们知道结果了，所以不要那样。所以有效率的人生值得过，或者另外一个观点会说有效率的人生不值得过。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未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过。我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就是对整个这件事情一个思考的过程。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时光机的这个事儿，我觉得这真的是个礼物，就是上天给你和你要追的那个人的一个情趣用品。他给你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情趣，他给了你一个机会，去跟你的要追的那个人说，
如果我们俩只有10年，而10年后我们又注定不能在一起，我们应该今天怎么面对你动心，我也动心的这个爱情的瞬间？因为爱情就是我喜欢你的时候，刚好你也喜欢我呀。每一对情侣其实都值得拥有这样一个时光机。甚至你在恋爱中的人，你今天你用爱奇艺 VIP 看了《奇葩说》，你们俩回去聊一聊。如果你们只有10年，而且10年之后你们注定不会在一起，你看看是对你们俩好还是不好？你们聊一聊这个话题。对不起啊，因为我这一段完全有广告，我必须得说完。你们俩会得出一个结论：玩的不够大，别喝美年达，对不对？真的，如果你们俩玩腻了这个时光机，用闲鱼 APP 把它卖了，给到有缘人，因为他们也会从这个机器当中获得乐趣。所以其实这不是一道题目，这不过是一个话题，是让你和你，这不过是一段带广告的话题，让你和你的另一半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睡觉之前多一个交流的空间。如果你们俩真的有10年，你们还要不要在一起？你们俩都睡着了的时候，背靠背，各自又不能闭眼的时候，去想一想，如果这个人跟我真的只有10年，我现在该怎么去面对他，就够了。想们好像都应该说下期再见了。好，我们导师来结辩，先是正方的全林老师。终于在第2排站起来以后，干干净净的都被说完了。全林老师，刚才那边还有6个举牌的，我假装没看到。其实我是一个科幻小说爱好者，所以我看到这道题的时候呢，我默默在纸上写下了时光机使用指南。时光机是有用的规则的，比如说通电，未必用电哦。哦。使用时光机回到过去，不要轻易跟自己接触，这是时光机使用的第1原则。举个例子，假如我能做一个时光机，穿到昨天，拿一把枪把我自己杀了，理论上就没有今天的我了，因为我在昨天死了。但如果这件事情成立的话，昨天的凶手是谁呢？你们发现逻辑漏洞了吗？所以使用时光机就一定有一些事情不会发生，比如说谨慎回到过去，绝不要见你自己。第1原则。第2原则跟第1原则一样重要，就是刚才如今说的那条。如果你看见了未来，你回到现在去改变你现在的选择，那么你看见的未来无效，因为被你现在的选择改掉了。这是时光机使用的第2法则。第3法则，只要时光机成立，虫洞就成立。如果虫洞成立，平行世界就成立。那么有可能你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里的你，跟这个世界里的你未来10年没有关系。这个是的。即便是这个世界里10年后的你，你看见的就是真相吗？万一那会儿其实你只是办了个假离婚，为了买学区房呢？为什么不可能呢？我们的生活里它存在呀。我的意思是，你看到的只是一个情景，
为什么就要影响你爱不爱的选择呢？它为什么一定是真的呢？还有一种可能性，是的，10年以后，我看到跟我在一起的不是他，他去哪里了？刚才我方提出了一个观点，他有可能去世了。别忘了这道题一开始怎么说的，我喜欢他，他对我好像也有点意思。我们俩本来是有可能喜欢的，但是在那一个刹那，你改变了决定。对方很奇怪，你本来很热情啊，突然不理我了，为什么呢？他带着那个遗憾过了10年，也许那才是真正浪费了他的人生。如果你穿到了第11年，你突然发现他这么等了你10年，你们的心不会痛吗？真的不会痛吗？恋爱是2个人的事情，如果你改变了你的态度，为什么对方不会感应到呢？好，我们听起来在完整的说科幻逻辑，所有的科幻逻辑都来自真实生活，它在真实生活里全都是有映射的。我们再来看它的真实映射是什么？真实世界里的时光机在恋爱上，通常是那个所谓知道人情世故的过来人。有一个人会对你说，不要理那个人，这小子不会成的，相信我，你跟他不会幸福的。这个就是时光机。祝英台就听了，然后就变2只蝴蝶了。这是那个时光机告诉你10年以后你跟他不会幸福的，不该是那个人。你真的要被这样的时光机左右吗？所以我们说的所有的科幻，回到今天，它都是有映射的。我们真正要警惕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刚才潇潇说的特别好，你不该浪费我的时间。菲菲，你说追我，你不该浪费我的时间。好，我给你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全家男性成员都会出现在成年以后的心脏猝死。他父亲这样，他叔叔这样，他也这样。他的生命终止在了42岁。他提前不知道吗？他知道。那不是如今说的那个我们所有人都预料的人都得死的大结局。他真的是那个穿过10年之后，知道自己也许会跟叔叔一样，会跟父亲一样的人。他有权去追一个女孩吗？那个女孩有权知道他们家可能会有这样的遗传史，那个女孩有权拒绝，但是那个女孩没有权利说你追求别人，你就在浪费别人的时间，没有。另外一个是我自己的故事。我先生比我大18岁，所以我们之间有一个不用时光机也能穿出来的30年的约定，就是30年之后，我恐怕是孤独终老的。所以有一天，我在查一个会进养老院保险的时候，我的先生看了一眼，然后给我倒了杯茶，说一定要挑一个好的。如果我穿过30年以后看，我可能在养老院，我可能身边有个别人，但是又怎么样呢？我觉得我爱他，他也有权利追我。如果他为了这个说我比你大18岁，我知道未来，我就放过你吧，我不会放过他。啊，这回是真哭。艾丽，这叫真哭了。哇，好感人，好感人，真的好感人。这问题。不过好像现在的科技就是人的生命就是
慢慢的可以越来，马老师你有点害怕，听。刚才对，因为刚才如今宝贝也只许了马老师30年，到康永哥这边了。如果那个叫做别人把话说完了，他怎么能还能说那么多啊？我认为，我们今天面对这个题目是一个晚年离婚的题目，就是我们认得好多老太太，到了60几岁的时候，忽然说：“我受够了，我想离婚。”你怎么了？她终于挨过了把家庭照顾好，把孩子拉拔大，她忍这个错的先生，忍了几十年。当时的社会风气也不允许老太太毅然决然的就说离婚，她有社会的压力，所以她忍到60、70岁，终于没有家庭责任在身上了。她说我要离婚，她的老伴一头雾水，就是你怎么不早离呢？你怎么拖到60几岁才要说要离婚？她说我结婚3年就发现错了，可是我已经结了，我就挨下来，然后我现在可以不要再忍了，我就离。你要是问我可不可以早一点离，我如果可以的话，我能够多早离，我就多早离。这是这个老太太的心声。为什么提到老太太离婚，就是因为《奇葩说》是一个年轻人看的节目，所以我们很容易忽略，我们老以为恋爱这件事情是全世界只有年轻人在做的事情。我们老是忘记了，任何年龄的人，他们都感觉寂寞，都需要感情来肯定自己存在的意义。所以，如果你把它落实到不是科幻小说，而是一个老太太在回顾自己的人生的过程的处境的话，我觉得你比较能够认同这个题目在讲什么。就是我们的题目说的是，我很喜欢他，而他似乎也有那么点意思。这事情没有到铁达尼号，就是没有到海誓山盟、生离死别。这事情远不到所谓的悬崖勒马，没到悬崖，这事情刚萌芽而已。所以刚萌芽，你们就造这个孽，就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你们抱的是什么心，就要死命站着这个茅坑，然后不拉屎，一站就站10年。我在想，对方辩友所说的立场让我听起来很困惑，就是你们对于恋爱抱持的是能够谈多短就谈多短的恋爱吗？有人这么追别人说，我好想跟你在一起哦，然后我们下个月就别在一起了。没有，就是我好希望跟你在一起嘛。所以这是前提，就是我们要在一起，然后如果不能在一起，我们就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因为如今宝贝所说的很重要，就是人生最后无非一死而已。在面对这个死亡的大空虚之下，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做的每件事，都求它有个结果，这是我们为什么活的原因。我们做的每件事情，什么稳定交往、结婚生子、白头偕老，就是为了对抗这个大空虚而来的人性本能，就是我们要事情有结果。所以你不可以再拿这个人生的大空虚来跟我们讲说，所以一切都算了吧，反正吃完就拉了，何必吃呢？就不是这件事情啊。我的态度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有个结果，你要稳定交往，你要把时间投资在一个值得的人身上。人的心力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够任性的说，我就把这10年花在你身上，然后就过去了。你知道10年有多吓人吗？尤其是谈恋爱的10年，可不是你从0岁长到10岁那10年，也不是你从70岁变成80岁那10年。谈恋爱那10年，往往就是你人生最棒的10年。25岁到35岁，对于在座的每个女生来讲，你能够接受有人跟你说，你25岁跟35岁跟我在一起，我们燃烧吧。然后呢，你最精彩的10年会化为什么？灰烬。就是
你还不给他一耳光，说你去死吧？就是我燃烧我最棒的10年，然后你赏我一堆灰烬啊！这是什么意思？就我又不是浴火凤凰能够重生，所以这10年不是开玩笑的10年，这10年是几乎我们最后到了老年，已经无法再拥有力量的人生的时候，我们赖以为生的那回忆的来源。王尔德说，回忆很可怕，快乐的回忆使人痛苦，不快乐的回忆使人更痛苦。我有的朋友是在台北市到一个景点哭1次的，他的回忆太美好了，每个景点他们都去过，最后去每个景点他都想到那个痛苦的没谈成的恋爱。我约朋友吃饭常常很为难，因为每个餐厅他们都去过，最后简直没有餐厅可以去，就我不想要跟你吃顿便饭，然后你就哭了，就是这很可怕。可是回忆就是这么恐怖，所以你希望你后来去的那个人是你们进那家餐厅，你们会回想说，哎，20岁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好笨呢，我们点了2个德国猪脚，结果因为我们看不懂德文，你们会有这些回忆，而不是你一进去就想到说，天哪，曾经跟我一起吃德国猪脚的那个人后来怎么伤害了我。所以我觉得10年很珍贵。如果今天不是讲10年，我们讲的是1个月，我觉得也就算了，没有关系。可是10年很珍贵，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在乎这10年。然后我刚刚讲的老年离婚的意思就是，你要想到他回想起他的人生，跟一个错的人度过有多痛，他追不回来了。而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辩题讲的就是，你喜欢他，他也对你似乎有点意思，后来却没有在一起。我的答案是什么？我的答案是，这是一个错的人。就相爱容易相处难嘛，相爱何等容易啊！就是你喜欢我，我喜欢你。马东刚刚讲的，你喜欢我，我喜欢你，这就叫做爱情？个屁！就是你喜欢我，我喜欢你，然后我们得相处得下去，这才叫爱情。所以你喜欢我，我喜欢你，这还不容易吗？我上街喜欢的人可多了，喜欢我的人也多了，我整天谈恋爱啊，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么认真的在考虑相处的冷酷考验？因为它好困难嘛。能够相爱很容易，可是无法相处，就叫做错的人。错的是人，错的是时间，错的是地点，都会错。所以这个时光机告诉我们，就是这是一段错的姻缘，而你们硬要把它抹白，成为一个浪漫的爱情，然后浪费了我的精华的10年，害我最后回忆起来处处都是泪，这我觉得很残忍。所以我的立场，我觉得时光机提醒了我们珍惜人生，因为有限，所以要珍惜有限的岁月。10年，这10年是累积我们人生最棒的回忆，是我们老年的时候要靠着它度过人生最后阶段的回忆的来源。所以请不要浪费时光机的善意，而任性的把这10年燃烧为灰烬。谢谢。全林老师还有最后1分钟。我想指出康永哥刚才非常动情的演说当中的几个我不太同意的地方。第一件事情，时间的长度对我们来说影响的确很大。就像菲菲告诉我们说，他几乎每一段恋情差不多3到4年，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但是假定菲菲告诉我们说，他的每段恋情都是24小时，我们会觉得他的确是摇滚歌手。我的意思是，数量其实就是会造成本质的差别的。第二件事情，我同意思达说的，我们人生苦短，我们要去找那个对的人，而不是珍惜每一个人。但问题，什么人是对的人？是一台我刚才反复阐明，有可能告诉你的是错的时光机说的话，能帮助你找到对的人，还是 follow your heart？ 10年，人生最美好的10年，像康永哥说的那样，我们要珍惜的10年 ，follow your heart， 不要 follow 一个机器。好。
接下来交给我们现场的观众。这个时候呢，我们请大家好好想想，今天到底是哪一边的辩论更加打动你的心？到底是要追还是要放弃？哪一边说得更精彩？请做出你们最后的选择。来，请投票。3、2、1。好，我们来听听看我们今天的女神千桦。突然很感性，是不是？突然发现，因为刚刚老师说他的婚姻的那个真的很感动。因为我有曾经问过我老公，就是2个人去旅行的时候，我问他，其实我年纪比你大，如果是有一天我先走怎么办？他说，哎，死了，我不能说一些。然后他说，纸有很多纸呢。所以我很感动一直。然后他说，说不定是我先走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算是你遇到一个对的人，你代表可以一辈子嘛。什么是对？对的意思是什么啦？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就是跟着自己的感觉去生活、生存，才有意义。不是那个机器去主导我们的命运。就算最后结果不对啦，都是我们自己去负责，也没有遗憾。所以那个人生应该是这样的。水瓶座好麻烦，你说。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好，我今天还好。我可能一批老可能今天一来看到我一脚底下的纸，我突然就说感觉到剧组对你恶意的反讽，我突然有一种反骨犹如逆反心理。好有志气啊！我特别有志气。其实我听到现在我发现的一个用意是完全跟大家讲的不太一样的，因为也没有我其实有一段时间大家很喜欢说一句话，就是很文艺的一句话，说生命就应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我那时候就不太懂，说既然是美好，为什么叫浪费呢？后来想了很久，就是说好像有用的事情，对我们人生有用的事情，通常都会你要很辛苦的去坚持，然后听起来都会有点无趣，所以这里面好像就会有一个悖论，或者说很无奈，就是舒服的事情好像是浪费时间，但有用的事情好像你要咬牙坚持，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呢？可是今天这道题目，我反而觉得给我们提了一个醒，美好的事情也好，有用的事情也好，是浪费也好，还是去咬牙坚持也好，其实我们是有选择权的。我今天突然发现是有选择权的，就是我其实可以决定放弃，还是决定去追。原来我反正不知道，我可以选。今天我发现原来我可以选。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可以想想，其实我们有选择权，这个是很美好的一个。我们来看看大家最后选择了什么。来，最后结果。2票。哎，恭喜正方获得了由纯真酸奶来为我们提供的10万奖学金。好。没错，这个不容易，因为他们一开始的比分就很高，所以要在这上面再争取。对，那么很不容易，我们祝贺正方。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说，我看到这个很兴奋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下一季奇葩大会的选角已经启动了。你不一定很会辩论，只要你想表达、敢表达，你就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方式来报名。You can, you be. 好的，请3位辛苦你们。首先呢，在正方的3位辩手当中选出一个你们觉得表现更为可爱的，我们要送出今天的我们的这个黄星星，请亮题板。好，祝贺如今，来，我们请女神来颁发我们的黄星星，就在这，好，可以，就在这，好，来，祝贺如今。好，下面要为难一点了，要在反方我们的3位当中选择一位没有那么可爱的，就是稍微今天发挥没有那么好的，写出他的名字，我们要送出一个可爱的黑猩猩。使用手机百度搜索奇葩说，说出你的辩论观点。
加入奇葩说吧，说出你的辛辣观点。登录新浪微博参与奇葩说话题词讨论，加入微博奇葩辩论团，一起比比起来。泡圈泡剧泡爱豆尽在爱奇艺泡泡社区，快来关注奇葩说的爱奇艺泡泡圈子吧！来微博故事看奇葩们的日常吧。微信关注米味小卖部，买好厉害爆米花，看新老奇葩斗智斗勇，吃好厉害爆米花，嗨到你原地爆炸！关注微信公众号东七门，讨论节目辩题，看节目精彩内容，共赴有趣的高潮。来，3位，请亮题板。好，全林老师和我们女神选了秋晨，然后康永哥选了自己。我们这是一个技术性选择，我相信我们想到一起去了，是因为不影响他加入下一轮的那个。我跟观众解释一下，就是因为，前几季的奇葩之王是不参与这一季的奇葩之王的比赛的。那我们的黑猩猩和黄猩猩是关乎于大家的积分，最后谁能够进入到决赛。那既然秋晨不参加，所以老师们实在在3个都无法割爱的情况下，就秋晨背锅了哈，谢谢你，不好意思，没问题，没问题，谢谢。在这里再一次感谢掏出了搞事情的拍照黑科技小米手机独家冠名播出我们的奇葩说，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每一个人他们的人生观点、看法都不一样，是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然后可以引发到不同的实际生活上的一些不同的观点。我觉得那个真的是非常有趣。我觉得有一个反思空间，对现代的人来说，特别是年轻人是挺好的，引领他们去一个思考的空间，真的是很厉害的节目，让人变得聪明。大家好，我是蔡聪，我就是一个想做普通人的盲人。我们这个一直在做跟残障有关的倡导的事情，但是做了10年了，可是好像大家似乎没有什么改变，看到我们还是那个样子。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一种套路？当年我们老师说的是吧？你看人家蔡聪都这样了，还能这样，于是乎就报名参加奇葩大会了。大家看看吧，像我都能来奇葩大会了，大家是不是也来尝试一下？你就来报名嘛，试一试，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就算不实现，那也很正常，那不大不了还是继续在原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嘛。我们欢迎本期女神杨千嬅。分手后还能不能做朋友呢？现在有这样的朋友吗？当然有啊！你看到我帮去做那个嘉宾啦。让我想象你的画面，就是他们在那4小3干。长腿就是为了跑，长嘴就是为了吵。我不骂你，我不解释，我唱歌，我唱不行你就去关吧，我气死你！我造谣吗？我气死你！谁造谣？是不是你？你说我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说？你是什么人？你以前是不是跟马东有过什么关系？别瞎问啊！我告诉你，真是别瞎传。对你不好啊！咱俩是亲戚，这事儿真的别瞎传，对你不好。关注微信公众号东七门，东七门共赴有趣的高潮，共赴有趣的高潮，治愈成年的无聊，治愈成年的无聊。东七门，爱奇艺悦享品质。